出来啊！傅言，阿姨胸口被利物刺穿，失血过多，现在需要马上进行手术。伤口的位置离心脏很近，这个手术只有林主任能做。你赶快给他打电话，再不抓紧时间的话，阿英会有生命危险。喂，舒瑶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不知道我今天有非常重要的事儿吗？你赶快来医院，妈快不行了，烦死了！喂，舒瑶，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怎么样？林主任多久到医院？他关机了。再不找到林主任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林主任有没有说他去哪里了？今天早上，他好像说要陪他朋友去看装修。你赶紧去找他，我先进去帮阿姨稳住伤情，时间应该还来得及。好，我现在去。舒阳，是不是医院给你打电话了？要是有事你就先忙，我一个人也可以。你这么傻，我可不放心。装修这么多套路，我要是不盯着，你还不得被人骗成穷光蛋？你先别动。瞎了眼的暗示，害我犯了糊涂。舒阳，错就错的谢谢你。让我恨之入骨。舒阳，舒阳，傅言，我们没什么，你别。不对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跟踪我？不是我，你什么你？傅言，你还算不算个男人？你连自己的妻子都不相信吗？我没空跟你说这些，你现在跟我走。妈出车祸了。车祸？对，她现在在医院等着手术，宋医生说只有你才能救她。走。傅言，我知道你想骗我回去，但你撒谎之前，你能不能先动脑子？我半个小时之前才跟我妈通过电话，她正准备去老年大学，怎么就出车祸了？傅言，你这嘴也太毒了吧！舒瑶不过是来陪我看看装修，我们又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，你怎么能拿阿姨的命开玩笑？而且阿姨对你比亲儿子还亲，你怎么这么出车祸呢？傅言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跟顾华在一块儿，但是我已经说了，我们之间只是闺蜜关系，没有你想的这么龌龊。现在你把我妈都当成了你争宠的道具，你还要不要脸？林舒瑶，我没跟你开玩笑，妈真的出车祸了，你赶快跟我走啊！傅言，你到底有完没完？傅言，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再说我妈出车祸，我撕烂你个嘴！我妈要真出了车祸，医院肯定先给我打电话，还用得着你来找我？林舒瑶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分明是你把手机关机了。要不然你总烦我，我手机能关机吗？你舒阳，你先消气，都是我的不对，让傅言起的疑心，破坏了你们夫妻感情。你和傅言回去吧，装修我一个人去看。你不用自责，和你没关系。傅言，整天疑神疑鬼，怀疑自己的妻子，甚至用丈母娘的生命开玩笑，你还算个人吗？舒阳说的对，傅言，不管怎么样，你也不能咒阿姨出车祸呀。有些话不能乱说。你闭嘴！要不是你在这掺和，能有这么多事吗？傅言，你别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啊！我好心好意劝你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傅言，你到底有完没完啊？我陪阿环来看看装修，你这么咄咄逼人，到底想干什么？人家刚刚从国外回来，人生地不熟，我帮帮他怎么了？舒阳，你别生气了，活动马上开始了。听说今天运气好的话，可以获得装修半价的优惠。好，我们走，别打你这个疯子。林舒瑶，现在等着手术救命的可是你亲妈！你确定要为了陪她看装修，见死不救吗？你确定要为了陪她看装修，见死不救吗？阿环，我看傅言不像在撒谎，要不我回医院看看。啊，你真要去啊？算了，都怪我。
影响你们夫妻感情。我还想着让你帮我抽中5折的优惠，现在只剩我自己了，恐怕也没希望了。毕竟遇见你，已经把我全部的好运都用光了。算了，你还是跟他回去吧。毕竟你们是夫妻，亲密无间，我一个外人又算得上什么？谁说你是外人？谁说你算不上什么？他就是不想看见你过得好。我们走，我今天必须帮你把5折优惠券抽到手。哎，不，你还是跟他回去吧，别因为我影响你们夫妻的感情。如果因为这点小事就能影响感情，那他就不配当我林书瑶的丈夫。我们走。妈，你付出了大半辈子，就养了这么一个白眼狼。傅岩，找到林主任了没有？阿姨的伤情急剧恶化，已经快不行了。傅岩，对不起，我们真的尽力了。你进去见阿姨最后一面吧。爸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妈，都怪我。没关系，妈不怪你。舒瑶呢？她没和你在一起吗？舒瑶她1、2、3。哇，5折！妈，舒瑶她去外地出差了，现在已经往回赶了，您再等等她啊。没想到，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不会撒谎。舒瑶那丫头，我最清楚，这几年辛苦你了。我不辛苦。妈，这样，等你好了，等你恢复了，等你痊愈了，你替我收拾她，你替我教训她，好不好？我怕是没有时间看到了。燕儿，妈死了以后，记得在我墓前多种些向日葵。我是个喜欢养花的人。对了，别把我埋得太深，妈怕黑。妈，你别胡说，医生刚都跟我说了，你会没事的，你别自己吓唬自己啊。妈的身体自己清楚，你不用安慰我了。你爸那个老头子在那边都等了我那么多年了，我也该去见他了。妈！傅妍，我跟你讲，我刚才给阿花抽中的5折优惠券，我是不是很厉害？阿花说我是她的幸运星，还要请我吃饭呢。你说的这我不感兴趣，你快来医院吧。妈她医院，你怎么总是让我去医院？不知道我今天休息吗？真扫兴。妈，你放心走吧，我一定会让林舒瑶后悔终生。
妈，您心地善良，又体贴别人，怎么就生了那么一个眼瞎心盲的白眼狼？妈，妈，我想你们。傅岩同学，我看你总是情绪很重的样子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你的情况老师都跟我讲了，父母飞机失事，我知道你很难过，但你也不能自暴自弃呀。我在这个世界无牵无挂，像一个孤魂野鬼一样活着，还有什么意思？那你还有你自己的人生啊！如果必须有个牵挂才能活下去，那你就把我当成你的牵挂吧。以后我就是你的牵挂。Loving strangers, l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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ving strangers, It's just the start of the winter, and I'm alone, but I've got my eye right on you. Loving strangers, l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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ving strangers. 傅言，今天顾华回国，我要去机场接他，晚饭你自己吃吧。可是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啊！哇，你看，好漂亮啊！傅言，去给我煮碗面。昨天晚上玩了一晚上，好累啊。干嘛？跟你说话你没听见呀？我饿了。昨天帮阿华抽到5折装修的优惠券，他可高兴了。一不小心我们就喝多了。但你千万别多想，我跟阿华就是普通朋友的关系，我们是闺蜜，我们可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儿。晚上睡觉连衣服都没脱。你们在一起做了什么？我没兴趣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傅言，你能不能不要无理取闹？我都说了100遍了，阿华是我从小一起玩到大的男闺蜜，我们要是想做什么，哪还有你的事儿？你能不能不要总是这么小肚鸡肠？林书瑶，你为了你那个狗屁所谓的男闺蜜，你连你亲妈的命都不要，你还是人吗？你知不知道，要是你今天能早点到医院，事情根本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你知不知道？傅言，你到底在说什么啊？我昨天陪阿华看装修，哪有时间呀？行了行了，你要是不想做饭，你就不做，我让妈给我做。妈，妈，给我煮碗面。妈，奇怪，人呢？是不是打麻将去了？别找了，你妈妈在这儿呢。这什么？你那么聪明，不会猜不到吧？这是妈的骨灰，你知不知道？妈在临去世的时候还没闭上眼睛，一口叫着你的名字，你知不知道？要不是你为了你那个狗屁的男闺蜜陪她去看装修，妈根本就不会死。林书瑶，就是你亲手害死了妈！你抽什么风？没完没了了是吧？我不过就是没跟你一起回来吗？你至于这么揪着不放吗？先是诅咒我妈出车祸，又说在医院等着我去救，现在倒好，骨灰盒都拿回家来了。我就不明白了，我妈到底哪点对不起你？你要这么作践她？林书瑶，到现在了，你还觉得是我在撒谎吗？还是说在你心里，只有顾华那个绿茶才不会骗你？你少跟我提阿华！
我看是我对你太好，才让你在这里蹬鼻子上脸。我现在就给妈打电话，让她看看你这个骨灰盒到底是给谁准备的。打！你现在就打！要是能把妈救回来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傅言，你到底在搞什么鬼？妈的电话为什么打不通？傅言，你到底在搞什么鬼？妈的电话为什么打不通？妈就在这儿，有什么话你就直接和她说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肯定是在撒谎。妈昨天好好的。如果你不信的话，可以给医院的宋医生打电话，他是妈的急诊医生，昨天也是他让我找你的。他说，只有你才能给妈做手术。可惜啊，可惜你在陪着你的男闺蜜看装修，你根本没空救妈。你以为我不敢吗？现在就给宋某某打电话。要是让我知道你拿我妈的生命开玩笑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开玩笑的是你，不是我。舒瑶，昨天晚上我喝的有点多，你没事吧？晚上我请你吃火锅怎么样？阿华，我现在有事儿，晚些再跟你说。什么事啊？神神秘秘的，难道比咱俩一起吃火锅还重要？我要给医院打电话问问我妈的情况。给医院打电话干什么？阿姨不是好好的吗？哎，刚才我在公园遛狗的时候，还看见阿姨跑步了，看起来没什么毛病。公园？你确定？你确定看见我妈现在在公园跑步？当然确定了。你今天怎么了？神神叨叨。我还拍照片呢，回去你看啊。阿姨穿的衣服还是咱俩逛街买的呢，是我能看错吗？阿华，你现在帮我一个忙，跟上我妈，千万跟住了，我马上就到。舒瑶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哎，你先别问了，我过来以后我们当面说。好，不过你也快点啊，我还清着点点呢，害怕追不上阿姨。知道。傅爷，你现在还有什么要说的？我妈明明在公园跑步，顾华都亲眼看见了，你却说她死了，你到底什么居心？还抱个骨灰盒回来咒我妈，你还是人吗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他看到的人根本不是妈？照片我都看见了，你还嘴一些什么？难道我连我自己亲妈都会认错吗？行，我现在就去把我妈接回来，和你当面对质，让她看看你干的这些好事儿。好啊，只要你能把妈打回来，要少要剐，我随你便。好，你给我等着。妈，这些向日葵都是我精心挑选的，希望您能喜欢。您活着的时候忙个不停，现在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。见到爸，替我问个好。要是想我了，就来梦里看看我。喂，傅言，林舒瑶，我不管你和你那个男闺蜜在干什么，我现在问你最后一句，你确定不来送妈最后一程吗？傅言，你又在胡说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你这个扫把星闯了多大的祸？闯祸？你和顾华找到妈了吗？你还说，要不
是你整天装神弄鬼，点点怎么会被车撞？你知不知道他伤的有多重？你知不知道他有多可怜？点点，什么是点点？点点是阿华养的狗，都是因为你闲的，吃饱了撑的，没事儿找事。我和阿华去找妈的时候，点点才会被车撞，现在正在宠物医院抢救呢。我现在没空和你废话。点点要是有个3长2短，你看我回去怎么跟你算账？舒瑶，快想想办法呀！点点，我的点点。林舒扬，我也不想和你废话，现在马上来南山公墓。妈，这就是你养的好女儿，你直到死，她也不肯来见你一面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她后悔的。少爷，找老奴来，有何吩咐？帮我准备一份离婚协议，我要离婚。怎么，少爷，你真的要跟林舒瑶离婚？你们2个人感情不是一直很好吗？她人漂亮，又是医院的主治医师，您真舍得离婚啊？没什么舍不舍得的。对了，之前让你准备的，把家里那笔30亿的私募基金转给林舒瑶的事儿，也一并撤销。好，没问题。哦，对了，少爷，最近我听说沈慈安回来了。我没心情听你说这些。好，那我先帮您处理离婚的事。喂，车是傅先生吗？是我，怎么了？啊，傅先生，你快来看看吧，有人要挖你妈的坟！啊！阿华，你别太伤心。我只是觉得点点好可怜，好委屈。甜甜陪了我3个月，没有她，我都不知道以后该怎么活了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还有我呢。大师说，只有按照最高规格给点点举行葬礼，她下辈子就能投胎做人。咱俩今天一定要给她挑一块好的风水宝地。哎，我看那儿就不错，这么多向日葵，点点肯定会喜欢的。是啊，点点活着的时候最喜欢我带她去公园玩。节哀，给点点找个好地方，也不会怪你。这怎么是我妈的名字？还真是啊，会不会是同名同姓啊？不可能！你没看这是个新墓吗？肯定是傅岩那个王八蛋为了气我整出来的。今天上午他就拿了个骨灰盒回来，没想到这还蹬鼻子上脸呢。啊，这也太丧心病狂了！把阿姨名字写到碑上，是阿姨万一有个3长2短。等我砸这个墓碑，我就打爆他头！拿来！住手！住手！林舒瑶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看你才疯了！你敢说这不是你做的？你告诉我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林舒瑶，这是妈的墓碑，你看不见吗？你是不是瞎了？我妈活得好好的，你给她立什么碑？哎，舒瑶，你打我，你咒我妈死，害得点点出车祸，我还没给你算账，你敢打我？我恨我打你打得太晚了，要是我早点打，你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眼冒金星。你是不是你？你连亲妈的最后一程都不送，却有时间跑去宠物医院去抢救一条狗，你还是人吗？你还有良心吗？我真替妈感觉不值，养你还不如养一条狗。我没良心，你呢？你有吗？我妈对你这么好，你反过来整天诅咒她死，甚至连骨灰盒和墓地都给她准备好了，你有良心吗？是啊，傅岩，你是不是生病了说胡话？阿姨活得好好的，你为什么非说她死了？你不是说你看见我妈在公园跑步吗？你找到了吗？我还想问你，你到底跟我妈说了什么？她看见我们就跑，追都追不上。是啊，要不是因为你挑拨，点点也不会被她撞死，那可是条鲜活的生命啊！闭嘴！别在我面前提你这条破狗！别在我面前提你这条破狗！舒瑶，你看看他打我，我打你是因为你活该。你的狗是命，我丈母娘的命就不是命了吗？要不是你非要拉着林舒瑶陪你去看装修，我妈根本就不会死。你们2个都是凶手，简直是莫名其妙！我怎么反而成凶手了？傅野，你不要在这里血口喷人。看装修是我坚持要去的，跟阿华没有关系，不分青红皂白上来就打人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有本事？你现在立刻跟阿华道歉，要不然怎么样？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。不用了，你以后
也没资格对我不客气。你什么意思？林舒瑶，我要和你离婚。你说什么？你听见了？你瞎说什么呢？你现在把话收回去，我可以当做没听见。我说了，我要和你离婚，并且之前答应你的车子、房子，还有那笔要给你的私募基金，也一并撤销。傅爷，你先别激动，我知道你对我有误会。等回去我们好好聊一聊，把误会解开，以后好好过日子。你现在先回去，等我陪阿华把点点安葬了，就回去找你，好不好？不好意思啊，没有以后，我们也没有家了。你宁愿去陪他看装修，也不愿意去医院看我说的是真是假。再不离婚，我怕下一死是我。傅爷，你到底在说什么呀？张口闭口死死死，你是不是入戏太深上瘾了？一点点鸡毛蒜皮的小事，能不能不要总是这么上纲上线？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你是不是真的要和我离婚？是。好，那我答应你，但你以后不要哭着喊着回来求我。舒瑶，你还要跟他拉扯到什么时候？我找大师给点点算过，如果错误时间再不下葬，他下辈子还得当狗。我不想让他那么辛苦。好，好，我马上安排点点下葬。来人，给我砸！林舒瑶，今天你敢动这木一下，我跟你拼命！不就是个假墓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假墓，林舒瑶，你妈妈可在下面看着呢。你要为了一条狗刨她的墓，你不怕天打雷劈吗？傅言，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跟我作对啊？点点死得这么惨，好不容易找到他喜欢的，你是不是非要他下辈子当不了人才甘心啊？算了算了，傅言，如果这块地真是你买的，我可以给你钱，2倍、3倍，反正你现在也用不上，还不如换成真金白银划算。何况点点的死，你也有责任。我说你们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林舒瑶，我说了，这下面埋的是你妈，你亲妈，我不可能让你们打扰她的安息。傅言，你没完没了的是吧？把他给我拉开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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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要看看这底下到底埋的是什么！不要！不要！林舒瑶，我说了，你要敢动这木一下，你会遭报应的。什么报应？我还就不信！给我摁住他，继续挖！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林舒瑶，你会后悔的。剩下的日子，你必须睡个安稳觉。不要！这傅言跟上瘾了一样，演的跟真的，不当演员都可惜了。舒瑶，你跟他离婚是对的，跟这种情绪不稳定人在一起，肯定不会幸福。小姐，这里面有东西。没事，拿一边去，就是个空盒子。点点，是爸爸没有照顾好你，对不起啊，下辈子找个好人家，别当狗了。阿华节哀，点点肯定会喜欢你给他挑的地方。放开！爸，对不起，打扰你姐姐。傅言，我就想不明白了，为了做空骨灰盒，你像个无赖一样在这里胡闹，有什么意思？还当个宝贝一样抱在怀里腻歪，你恶心不恶心？不要！爸，对不起，我带人回家，我带人回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，我以为是个空骨灰盒。这是谁的骨灰？这是你亲妈的骨灰，这是你亲妈的骨灰！你把你亲妈的骨灰要了，你会遭报应的，你会遭报应的！傅言，你别太离谱了。就算舒瑶做的不对，可他也不是故意的。况且他已经给你道歉，你还要怎么样？
还说这是阿姨的骨灰，你怎么这么恶毒啊？我恶毒，你们不仅害死我妈，还把我妈挫骨扬灰。世界上有比你们更恶毒的人吗？你还在撒谎！我妈明明啊，是啊，你妈已经被你害死了。你明明可以救她，却要为了陪你的男闺蜜看装修，你不来送她一程也就罢了，竟然要为了一条狗打扰她的清醒。敷衍，你再动双下试试！一个大男人打自己媳妇儿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有本事啊？舒阳，我看他是彻底疯了，赶紧报警，不然等会儿伤着你了。妈，我带你回家。林舒阳，从今往后你我之间再无瓜葛。离婚协议书我会给你的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傅言，你别跟我开玩笑。刚才你打我，我可以不计较，但是离婚不行。行不行不是你说了算。以前我百般真心待你，是你亲手毁了这一切，那你就别怪我不给你机会。舒瑶，跟他离，拿着离婚吓唬谁呢？舒瑶今天跟你离了，明天就能找到比你好10000倍的，你信不信啊？我信，你们开心就好。傅言，你等等。奇怪，人呢？是不是打麻将去了？别找了，你妈妈在这儿呢。你说的是真的？这真的是我妈的骨灰？我和妈的感情像亲母子一样，你觉得我会用她的性命开玩笑吗？是真是假，你打电话给医院宋医生就知道了。一个电话，非常简单的事。但在你心里，永远没有顾华的事重要。舒阳，打，现在就打！如果是假的，我帮你收拾他。宋医生，傅言说昨天送我妈来急救，是真的吗？喂，林主任。宋医生，傅言说昨天送我妈来急救，是真的吗？我们昨天真的尽力了，可你迟迟不见回来，我们实在是无力回天。你肯定是跟傅言一起骗我的。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，请节哀。舒阳，舒阳，傅言，真是我妈的骨灰。你觉得呢？所以你昨天说的都是真的？你觉得呢？昨天我说了那么多，你一个字都没有信，你只会相信你亲爱的男闺蜜。我没有，我以为你在跟我开玩笑，我以为你在骗我。拿我自己丈母娘的性命开玩笑，我还没你那么幽默。林舒阳，你别再给自己找借口了。其实昨天你已经相信了，你只是不想离开顾华，对不对？明明宋医生已经说了，只要你及时赶回去给妈做手术，妈根本就不会死。你甚至连个电话都懒得打。昨天你让妈死不瞑目，今天更是为了一条死狗，让妈挫骨扬灰，让妈尸骨无存。生你养你的妈，还没有顾华的一条死狗重要，对不对？还记得我刚说的话吗？这辈子你都别想再睡一个安稳觉。舒阳，舒阳，你别激动，舒阳。对不起。傅言，舒阳没了妈已经很难受了，你这么咄咄逼人，非要把他逼疯了才满意吗？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你非要把舒瑶逼疯了才……舒瑶也是你叫的。我和林舒瑶还没有离婚，你当着我的面对我的合法妻子搂搂抱抱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傅言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刚才打我一巴掌，我是看在舒瑶的面子上才不和你一般见识。
现在还打我，你真我怕你不成？那你倒是还手吧！要不是你3番5次阻拦，林舒扬怎么可能不救他亲妈？今天要不是你的死狗，我妈也不会死不瞑目。说起来，你才是害死我妈的罪魁祸首。傅言，别欺人太甚了。够了！舒扬，你，舒扬，你打我！咱俩认识这么多年，你也敢打我？我打的就是你！认输没错，就是害死我妈的罪魁祸首。我恨不得打死你！要不是找非干罗家，我早就送我妈急诊；要不是你们在这里，我死都还没阳呢！啊！林舒扬，你够了！你怎么有脸打我？你以为把所有屎盆子都扣我头上，你就能认庄无辜了？做梦！你说的对，你确实陪我去看装修，也确实是我想把点点葬在这里。但是你别忘了，这些都是你自愿的，从头到尾我都没有逼迫你一句。现在知道后悔，当初干什么去了？要是真关心你妈死活，去医院打个电话，不都什么知道了吗？不华，我把你当成青梅竹马，把你当成我最好的闺蜜，我对你比对傅言还好。你既然这么说我，你摸摸你的良心，你问问你自己，没有我林舒瑶，你不还能有今天吗？林舒瑶，何必把自己说这么清高无辜啊？为什么跟我在一起？别人不清楚，难道你还不清楚吗？啊，要不今天当着你老公的面啊，好好说说你跟我在一起干了什么？闭嘴！我真是瞎了眼，才会像你这个白眼狼。你给我滚！永远不要出现在我面前！那臭婊子，我真就走了。我走了以后，看谁还敢要你！看到了吗，林舒扬？这就是你的报应。傅言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求求你不要走，好不好？我们之间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解决的，我要让你跟我一样痛苦，才算道歉。妍儿，这是我给你请的护身符，开过光的，赶紧收好。哎呀，妈，你花这冤枉钱干嘛呀？什么叫冤枉钱？话可不能乱说的，赶紧呸呸呸！呸呸呸！这护身符可灵了，它会保佑你顺风顺水、平平安安的。来，给你带上。不过千万别让舒瑶知道，否则她又该说我偏心了。知道了，妈。傅言，你真的不要我了吗？我们只是正常离婚，别把自己说那么可怜。离了我，你可以找到更好的。我不要，我只要你。我已经跟顾华断了联系，以后保证不会再让他影响我们的感情。我们有好好过日子，好不好？真的，不要丢下我一个人。妈没了，我只有你一个亲人了。你也知道它会影响我们的感情。其实你自己心里什么都清楚，你只是觉得我的感受无所谓，你觉得我不能拿你怎么样？我错了，我改，我以后都改。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你想想我妈，她一直希望我们可以白头偕老，你忍心让她在天之灵失望吗？你闭嘴！你没资格听妈！是你毁了这个家，
我怎么会和一个害死我妈的人白头偕老？你想让我留下，可以啊。你把妈还给我！阿言，别这么狠心，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不要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，我真的会疯掉的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想让我留下来，好从我身上弥补对妈的亏欠，让自己的良心过得去，对不对？林水啊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，我会让你整个余生都在忏悔和愧疚中度过，因为这是你自找的。我改，我以后都改，你说什么我都改，只要你别离开我。够了！我对你真心真意，这个世界上除了我，还有谁会这么爱你？离婚协议书我已经签了，现在你说什么都太晚了。傅言，你今天要是敢走，我就死给你看。确实，我要是你，我也没脸活了。林主任，您自便。傅言，好久不见。沈慈安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上大学我追了你4年，你对我爱答不理的。现在你离婚了，总没有理由拒绝我了吧？沈总，我没心情和你开玩笑。你觉得我在开玩笑吗？你如果不信的话，现在就跟我去领结婚证。买单的狐狸精，敢来勾搭我老公！狐狸精，傅言是我的，谁都别想抢走。你就是林书瑶吧？也不过如此。不过说真的，还是要谢谢你，谢谢你跟傅言离婚，我才有机会跟他在一起。这是1000万，算是对你的一点补偿，以后别再来打扰我们。呸！谁稀罕你的臭钱？肯定是你从中作梗，傅言才要和我离婚。第一，我才找到傅言，在这之前我们没有任何联系。离婚是你自己做的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第二，你再敢叫我狐狸精，我打烂你的嘴！你打，给你打，有本事你打死我！你可以试试，看我敢不敢。傅言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我说什么？说你对我做的那些好事，还是说我为什么和你离婚？你告诉他，我才是你明媒正娶的媳妇儿。你快告诉他呀！林舒扬，你别闹了，省省吧。所以你真的要为了钱和这个女人走，把我一个人丢下是吗？林舒扬，为什么你总是能把自己说的那么苦啊？还是说到现在这个地步，你还觉得错的人是我？是我的错，这都是我的错。只要你别和这个女人在一起，我什么都可以改。你不用改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我和谁在一起是我的自由。我们走吧。傅言，给我回来！狐狸精，不许走！傅言，傅言，你别走！狐狸精，给我回来！傅言。喝慢点。啊，你别这样。我是个离过婚的人，我们不合适。不试试怎么知道？上大学我追了你4年，你不同意我可以理解，因为有林舒扬。但是现在呢？现在你已经离婚了，为什么不能给我一个机会呢？我只是觉得这对你不公平。你那么优秀，我配不上你。如果这是你的借口，我可以让你变得比我更优秀。你是总裁，身价几十亿，我比你优秀，不可能的。公司我可以交给你打理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你。傅言，我刚刚说的都是认真的，公司我随时都可以交给你。我不是不相信你，我只是觉得你辛辛苦苦打拼下的公司就这么交给我。你要知道，我不是让你吃软饭，
我只是给你一个机会，可以证明你自己。如果你能让公司蒸蒸日上的话，那说明你配得上我。如果投资失败了，那我就是一个普通人了，你还是配得上我。好吧，那我考虑考虑。那一言为定，你考虑清楚了，随时都可以来找我。你把公司交给我了，那你怎么办？这你就别管了，反正只要你来了，总裁的位置肯定是你的。小美女，酒量这么差，还敢一个人出来喝酒，多危险！来，哥哥送你回家，好不好？不需要，放开我，我不要喝醉。好，好，好，马上就放开你。哎呀，小娘们劲儿还挺大呀！你们是谁？别碰我！还真是喝醉了，连自个儿老公都不认识了。我是你老公啊。老公？啊，你是傅言？哎，你是吴华？你们俩接我回家了呀？不是，你有几个老公啊？还真没想到，这小娘们玩的挺花呀。大哥，咱们今天晚上算是捡到宝了。这，哥们儿有事吗？把他放开！你说松开就松开，你他妈谁呀？别给自己找不痛快，麻溜的滚！她是我前妻。她是你前妻？那你是傅言还是顾华呀？我是谁和你没关系，赶快把他放开，不然我报警了。你他妈吓唬谁呢？麻溜滚蛋！耽误了我们的好事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怕死了你就试试。哥，我们开玩笑。哎，嫂子，还给你们啊！哎，大哥，顾华，你来救我了，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的。你看清楚了，我是傅言。傅言，你别骗我了，傅言都不要我了，怎么还会来救我？顾华，要不是你，我妈也不会死，傅言也不会不要我，我恨你！林舒瑶，你能不能别这么作践自己？你这样可以，但有一条，别让我碰见。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傅言，真的是你，你来了！林舒瑶，你清醒一点！他是谁？你怎么和这个女人在一起？他是谁？你怎么和这个女人在一起？我是傅言的女朋友，傅言为什么不能跟我在一起？女朋友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咱俩今天刚离婚，你这么快就有女朋友了？你的良心让狗吃了！刚初结婚的时候，你是怎么跟我保证的？还有我还为你喝醉酒，你竟然给我戴绿帽子！你能不能别说这些让我恶心的话？什么叫做为我喝醉酒？你刚才嘴里一直念叨的，可是顾华的名字。我那是喝醉酒说的醉话，不作数的。傅言，求求你跟我回去好不好？我们忘掉这一切，我们从头开始，好不好？我们从头开始，好不好？真的，只要你跟我回去，我有什么都听你的。真的，我不能没有你。你还能来救我，就说明你心里还是有我的，你还是爱我的，对不对？我救你是我出于一个人最起码的良知，你别误会。林主任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傅言，傅言，刚刚说的事情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好，我答应你，帮你出任公司总裁。太好了，老公，这是你们的新同事傅言。接下来我会对去年的工作进行一个工作总结，大家请看 PPT。整体的一个项目呢，会以整体一个未来公司的构造来做，希望我们越来越好。
陈管家，最近的那批资金顺利转移进来吗？回少爷，这年老奴已经陆陆续续把您父母留下的资产，暗中以订单的形式转移给了您和沈小姐的新公司，现在已经全部完成了。好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啊，少爷请讲。以后不要叫沈小姐了，叫夫人。啊，是。哎，傅言，怎么样，宋医生？是不是母子平安？这怎么了？你快说啊！宋医生，子安他怎么了？他不会出事了吧？是林主任快不行了，你要不要去看一看？林主任？什么林主任？就是你的前妻林书瑶林主任。她怎么了？自从你们离婚之后，林主任跟换了个人似的，整天酗酒，连手术刀都拿不完。昨天他又喝多了，去顾华家大喊大闹，顾华急了，连捅了他8刀，这辈子怕都出不来了。用的甚至还是林主任送他的那把手术刀。这都是他的命，没办法。倒是慈安怎么还不出来？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吧？傅言，林主任时间不多了，你要不要去见他最后一面？傅言，又怎么了？我说林主任时间不多了，现在你要不要去见他最后一面？我老婆还在里面生孩子呢，我哪有时间看他？让他等等。等不等不是我说了算，林主任随时都可能没命。那说明我和他没这个缘分。可是，慈安，谢谢你，给我生了一个这么大胖小子，辛苦你了。傅言，林主任真的不行了。你有完没完？没看到我在忙吗？催什么催？可是他一直说想要见你啊。就说我在陪老婆孩子，没空。傅言，你去吧。我不去，又不是我把他害成这样的。我现在最重要的事啊，就是陪着你和孩子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林书瑶无依无靠的，除了你，已经没有任何亲人了。要是没有人能送他最后一程，也太可怜了。也不用担心我，如果我不舒服，还有医生和护士呢。是啊是啊，还是沈总善解人意。傅言，你就去看看吧，林主任真的很可怜。那好吧，既然你都说了，那我去看一眼。安排你们医院最好的医生和护士在门外候着。我老婆但凡受一点委屈，放心，有任何差事，我把头剁下来给你当球踢。这还差不多。那我去看一眼，很快回来。姐，芊芊，傅言，你还是来了，谢谢你来看我。本来没打算来的，但慈安一直念叨着让我来看看你。你知道的，她太善良了。你怎么样？慈安确实是个好女人。我现在好后悔啊，把你拱手让给了别人。你别激动，慢慢说。没什么后不后悔的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，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，别为已经做过的事后悔。是啊，我要是能早点明白这个道理，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好好的日子被我给毁了。傅言，你现在还恨我吗？恨。
你恨我是应该的。想起自己干的那些事儿，我自己都觉得可气又可笑。我要是能早点看透古华的真面目，妈也不会。过去的事就别提了，你好好休息吧。休息，再休息就没有机会说了。傅爷，我是医生，我知道我已经不行了。我知道我这一辈子对不起你，对不起妈，但是我还是想再问问你，如果有下辈子，你愿不愿意忘掉这一切？我会重新开始。如果有下辈子，你愿不愿意忘掉这一切？我会重新开始。还是不了吧，我们之间到此为止。如果有下一世，还是慈安更适合我。是啊，像我这么混账的人，你要是再娶我，就真是老子有问题了。下辈子别再那么任性了。谢谢你。